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谭松韵、刘学义新剧未播先出圈，这对剧组外的默契搭档甜得太自然了。在这个动不动就被质疑炒 CP 的时代，想找到一对真情流露的荧幕搭档真不容易。但偏偏有这么一对谭松韵和刘学义，新剧还没开播，他们的互动片段已经在各大社交平台刷屏。有人说，这俩人简直像是把生活的温度演成了甜宠剧，也有人说，他们才是真正的镜头外的搭子感。从路透视频流出那一刻起，这对搭档就成了热搜常客。片场里，谭松韵笑得像个偷糖的小孩，眼睛弯成月牙，刘学义在他身边低头替他整理裙摆，神情温柔的不带一点表演的痕迹。导演在采访时都笑说，他们俩对戏太有默契了，眼神一碰就知道对方下一句台词是什么。双引号，这不是剧本写出来的甜，而是自然流露的默契。那种不经意间的互动，就像是时间在他们之间留下的默契痕迹。我第一次刷到那段片段的时候，真忍不住多看了几遍，就像偶然路过一家街角小店，看到两个老朋友在门口说笑，你不认识他们，却莫名觉得心里暖乎乎的。为了验证这是不是剧组的营销操作，我特地去搜了相关新闻和路透视频，结果越看越觉得不是营销，是真实。很多镜头并非宣传素材，而是被现场路人拍到的花絮。比如谭松韵在休息时给刘学义递水，他顺手接过后还帮他把外套拉链拉好，那动作熟练的像认识好多年。还有一段风大的场景，她的裙摆被吹得乱飞，刘学义立刻走上前站在她面前挡风，还小声叮嘱别感冒了。这样的细节宣传片里都没放，全是粉丝扒出来的。真要说这是剧组设计，那也太高明了，连助理都演上了。可事实上，助理自己在采访中也爆料，他们俩拍戏间隙老在一起吃饭聊天，比拍戏还投入。双引号，我那天刷视频刷到半夜，忍不住拉着闺蜜吐槽，这俩人怎么能这么搭呢？闺蜜回我一句，可能是因为一个跳脱一个沉稳，互补的刚刚好。双引号，仔细想想，真是这样。谭松韵那股灵气和调皮，是天然的治愈感。她像你身边那个永远在笑的小姐妹，带着点小脾气，却可爱的让人无法拒绝。而刘学义是那种安静、稳重又不失温度的类型。他低头一笑，像能把所有事都扛下来的大哥。两种气质碰在一起，就像是春风遇上月光，既有张力又不突兀。有一次他拍戏连续 NG 了几次，急得直跺脚，他就在旁边轻声说慢慢来，不急，然后递过去一瓶矿泉水。那画面简单，却让人心动。那不是演员的演技，而是朋友间的关心。还有一次路透更好笑，谭松韵在片场比了个兔耳朵，悄悄从刘学义背后冒出来吓他。刘学义被吓到后直接笑喷，手里的剧本都掉在地上，旁边的工作人员全都笑翻，气氛融洽的不像在拍戏，倒更像是在拍综艺。有人打趣说，这剧是不是顺便拍成恋爱实录了？双引号，粉丝更是火速剪了合集，配上甜到掉牙的 BGM。 评论区一片哀嚎，求求剧组快点播吧，这俩人要是不在一起我都不信。还有网友扒出，他们吃饭时总坐在一起，连助理都笑说，他们不是刻意靠近，是自己就觉得在一起舒服。双引号，其实我一开始也怀疑这是不是剧组炒作，毕竟现在的娱乐圈炒热度的套路太多了。但当我细看那些视频，发现几乎全是路人拍的，没有灯光，
没有摆拍。比如那段停车场的视频，拍戏结束后，他们俩站在角落聊了快半小时。谭松韵裹着大衣冻得直搓手，刘学义悄悄把自己的围巾解下来给她围上。那一刻，四周静悄悄的，没有摄像机，也没有粉丝围观，只有他们之间的那份自然温柔。这种温柔不属于角色，而属于人。那种你冷了吗？慢点走的小关心，看似寻常，却最能打动人心。因为它不是演出来的，而是由习惯堆积出的默契。娱乐圈里，谭松韵一直被称作自带生活感的演员。她不张扬，不做作，总能在镜头里展现出那种自然的松弛。她笑起来的时候，仿佛空气都会变得柔软。而刘学义是那种低调到不显山不露水的人。他演古装时英气逼人，演现代戏又克制细腻，生活中更是以沉稳著称。这两种气质融合在一起，让人产生一种极强的真实感。他们的互动不像是在拍戏，更像是在经历一段共同成长的时光。一个负责点亮氛围，一个负责拖住情绪，这大概就是搭档感的最高境界吧。导演曾在采访中提到，他们俩几乎不用排太多次戏，情绪就能对上。这说明，除了演技之外，他们更懂得彼此。演员之间的信任是最难建立的关系之一，因为每一场对戏都需要情绪共鸣。如果两个人气场不合，就会出现那种你在演戏，我在背台词的尴尬感。而谭松韵与刘学义显然不存在这种问题。从花絮里就能看出，他哪怕临时改个语气词，他也能立刻接上，眼神的交流几乎不需要语言。这种默契不是临时磨合出来的，而是相互尊重、长期相处的结果。其实，观众之所以会被他们吸引，不只是因为甜，而是那份真。在被滤镜和脚本包裹的娱乐圈，真诚成了稀缺品。当一个男演员在风里替搭档挡风，当一个女演员在拍摄间隙递上一瓶水，那种平凡的举动反而比剧情糖更动人。因为观众早就能分辨什么是剧本甜，什么是生活甜。你会发现，看他们的视频的时候，心情会变好。那种自然、轻松的氛围，让人想起生活中那些相处舒服的朋友。他们身上没有距离感，反而带着烟火气，这也是谭松韵和刘学义最打动人的地方。娱乐圈的荧幕情侣太多，但能真正让人觉得他们彼此懂的太少。谭松韵与刘学义之间有一种不言而喻的理解，他们在镜头前是搭档，在镜头外是朋友。或许这就是最理想的关系，不需要刻意示好，也不用时时在线营业，彼此的尊重与照顾就是最深的默契。我甚至能想象他们收工后的样子，两人一起去路边摊吃烧烤，谭松韵一定点一堆辣的，吃得满头大汗，刘学义在旁边笑着帮他剥虾，还调侃一句你能不能慢点吃。那画面比任何偶像剧都真实。这个时代，观众已经不再轻易为 CP 买单，人们想看到的是情感的真流动，而不是团队的剧本安排。谭松韵和刘学义之所以能出圈，不是因为他们有多会营业，而是因为他们从未刻意营业，他们只是做自己，认真拍戏，真诚相待。而正是这种没设计过的自然，让人忍不住反复去看。他们就像冬天的一杯热可可，不浓烈，却能从喉咙一直暖到心底。那份舒适和温柔，胜过任何高甜剧情。尾声，有些搭档不需要标签。我想，等新剧真的播出了，观众或许会更惊喜，因为这种从生活延伸到镜头的默契，会让角色更立体，也让情感更动人。他们或许不会刻意去回应是不是在一起，但只要他们还在一块拍戏，一起笑，一起照顾对方，观众就已经足够满足了。毕竟，
在这个浮躁的时代，能看到两个真诚相处、相互照顾的人，本身就是一件让人心安的事。他们站在一起，就像冬日里的一束暖光，不耀眼，却足以让人相信。有些甜，不是写出来的，是生活本身的温度。